居然害你姐姐摔下悬崖，终生残疾，跟你妈妈一样心肠歹毒。我和宋思年出去爬山，是石建和非要跟着，也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。清河都说了，当时明明可以拉他一把，你却见死不救。我都说了，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他。你还敢顶嘴？为什么残疾的是我的宝贝女儿清河，而不是你这个扫把星？当年算命先生说，你命中带晦气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把你给送人。你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，有什么资格让我滚出去？你还敢顶嘴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找了律师，我会把所有的家产都给清河，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宝贝女儿。至于你欠你姐姐一双腿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对你姐姐做小伏地伺候她。茵茵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韩战的行踪，你快点来啊！马上。你说韩少真会愿意跟你结婚吗？会的。第一，韩氏夫妇催得紧，圈内人尽皆知，韩家二少今年必须完婚。第二，石家虽比不上韩家，但也算是门当户对。韩战是一头未经驯化、野性的狼，他要乖巧，且没胆子约束他的婚姻对象。而我够乖，放眼整个京圈，是韩战妻子的最佳人选。父亲从小为了小三和小三女儿不爱我，没关系。青梅竹马的宋思年变心也没关系，唯独钱不行。这笔家产我一定要抢属于我的那份，我要牢牢握在手。这不是石家那个命里带煞不受宠的石家二小姐吗？对，是她，圈子里出了名的受气包，乖乖女。她青梅竹马长大的未婚夫被她姐姐给抢走了，也毫不吱声。乖乖女来酒吧，该不会是自甘堕落了吧？石家二小姐怎么朝你走来了？你说我妈天天逼着我相亲，怎么不给我找个这样的相亲对象？温柔乖顺，胆怯羸弱。要是她，我恐怕早就结婚了。你好，结婚吗？不是吧？这位韩家公子幼时逃学，少时混黑社会，父母好不容易把他塞去国外镀金。他刚到京城，进入韩氏集团就败掉了3个亿，圈内没有人能比他名声更臭。这石家不受宠的煞星和韩家纨绔二世祖结婚，怎么不算是一种另类的强强结合呢？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哼，小羊羔勇气尽失了，有趣。石小姐，你来晚了，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现代社会讲求男女平等，彩礼是封建糟粕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我目前没房没车，你的嫁妆里必须有房有车。结婚之后，你必须以家庭为重心，全心全力的照顾我啊，还有孝顺我的爸妈。你还必须给我生个儿子，这样才能延续香火。抱歉，我们不合适。你该不会是看上那个煞星了？很乖，想娶。女人最宝贵的就是青春，20几岁你还可以挑，等过了30就嫁不出去了。我看你。麻雀找伴侣，还知道先筑个巢。你无房无车无存款，还要求女方生儿育女，照顾全家。韩少，口气大的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玉皇大帝呢。要不要点脸？韩少，还不管？
石小姐这是相亲失败了。是我自己不好，无法满足他的要求，就不耽误他的时间了。怎么能怪你呢？要不跟我结婚？你我都有结婚的需求，我呢，在京城有房有车，保证能让你衣食无忧。鱼儿上钩啊！你看烟花，这是有什么活动吗？真好看，真的好漂亮啊！听说了吗？宋家少爷宋思年斥巨资包下了国内最顶级的烟花团队，今晚要燃放1个亿的烟花，庆祝石清河拿下石氏集团5%的股份。那不就是那位石家二小姐的未婚夫和姐姐吗？这豪门玩的就是刺激。你未婚夫喜欢你姐？思年说了，姐姐的腿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思年照顾她是为了帮我还债，放烟花给姐姐也是帮我还债，所以流言是假的，他们之间没有私情。还真是个很好骗的乖乖女啊。那你为什么要相亲啊？还来酒吧相亲？姐姐暗恋思年，我想跟思年解除婚约，成全姐姐。快看，宋思年和石清河上热搜了。这就是你说的他俩没有私情？怎么会这样？你非要坚持和宋思年完婚，你们俩只会变成一对怨偶。你看，他的眼里啊，只有你姐。到时候你只能像现在这样，躲在这儿偷偷哭了。所以呢，做人嘛，不争馒头争口气，吊死在一个变了心的男人身上，太傻。良禽择木而栖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才是正道。韩少，我们结婚吧。好啊，那我们明天就去领证。真是一只好骗的小蛋糕。我还有别的事情，我们明天民政局见。石清河，等我彻底摆脱那段烂透了的婚约，就和你争个高低。我要一步一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你盗我设计稿，让我在金圈里声名狼藉，我便要你生牌。戏不错，这是今天晚上的报酬。谢谢石小姐，下次还有这么轻松的活，记得还找我啊。不会再有下一次。茵茵，韩战名声太差，圈内都说他是个二世祖，我怕你跟他结婚后你受委屈。韩战画的实实在在，扎得明明白白。比起宋思年这种伪君子，我更乐意和真小人相处。而且我在 HU 做交换生学习的那一年见过他，让韩氏集团与国际接轨，迈入综合性金融财阀公司的2个关键项目策划，都是他做的。美联邦银行涨融资的那2个项目，不是他跟韩征做的吗？或许韩战有深藏不露的真本事，我赌这条鱼啊，我没有钓错。他历史气，难怪别人都挑他这个软柿子演。新婚快乐，老婆。美国的议员金百丽女士下午会参加宴会，我们喜欢的那枚红宝石戒指就在她手上，去见一面吧。当然去，月底就是我妈的生日，若是能拿到那枚戒指，她会很开心。韩战和金百丽女士认识？等下我还有事，让司机送你回北山别墅吧。老公要走了，跟老公说句再见。
害羞了。这副卡好好收着，别被别人抢走了。知道了，至尊 VIP 级别的副卡，没有额度限制，韩战果然不像表面那样玩世不恭，一事无成。律师要做结婚财产登记，把你名下的房车资产整理好了给我一份。我没有资产。没想到这只小羊羔比我想象中更残心啊！实施那么大个公司，10家净资产，少说也有几10个亿，他却没有得到半分。你要是觉得跟我结婚结得不值当，那我们现在就去离婚。没有不值当，以后我的资产分你一半。走了。哟哟哟，还真把石英诓到手。很难吗？他能答应和你领证，多半是因为昨晚那场轰动全京城的烟花秀，被宋思年、石清河刺激到了。追根究底，他爱的还是宋思年，对你没感情。难道我对他有感情？是，你韩大少爷娶石英，就是为了搪塞父母，图他是个软包子好拿捏。你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哦，前面左拐去趟 4S 店。干嘛？给我老婆买车。太太您好，我是北山别墅的管家，你可以叫我韩叔。韩叔您好。您好，请。夫人。太太，您先上楼休息，午餐好了我叫您。有了。那不是命里带煞的石家二小姐吗？她不是和宋少订了婚吗？宋家好歹也是8大家族之一，宋少怎么会娶这么上不了台面的衰婶？宋少不要她，倒是缠上咱们家先生了。石英这样的都能嫁给先生，我觉得我也行了。阿修，这个月都换了3个驯兽师了，先生养的这只猎犬压根就不服从管教，除了先生，他谁也不认。哎，你们说，石英要是见了他，再被他凶一顿，会不会直接吓破胆了？看他那胆小的模样，估计直接进医院了吧。想给我个下马威，我接招便是。打听到了，金百丽女士是为了去石氏集团试礼服才缺席的。没关系，她后天还会参加皇家游轮晚宴，到时候再去一趟，肯定能见到她。看着和阿修体格差不多。哦，对了，你前几天不是送阿修去兽医院体检了吗？今早阿修已经被送回北山别墅了。石英孱弱的模样，芝麻一般的胆子，别说是跟阿修直接打交道，就是犬吠，他估计也得吓得半死。小羊羔这是羊入犬口了。太太，您都忙一下午了，要不去后花园转转，活动一下筋骨吧？有那条猎犬的后花园？好啊。阿修跑出来了，它会咬人的，小心啊！阿修是不是回来了？早上回来的。石英呢？石英在哪儿？后花园里，阿修跑出来了。不过是一条凶猛的猎犬而已，先生有些太过紧张了吧？阿修，住嘴！阿占，你确定你家这个小娇妻真的是胆怯弱小、好拿捏的软柿子吗？我看她为了嫁给你，故意伪装的吧。韩少，我吓到了吗？没有。
请医生。是先生。后花园是专门供给阿修的活动区域，胆子小就少往那边去。佣人们说后花园风景好，让我去散散步。我没想到能在那儿碰到阿修。先生，我也没想到阿修会突然跑出来。闭嘴！没人能在阿修失控扑人的时候，从他爪子底下完好无损的离开。你是第一个。那是我幸运。阿修在扑向我的时候，刚好看到他身上有军队的印记，于是我就哼唱了几句国际维和部队的军歌，所以才逃过了一劫。哼！佣人怠慢你，让你摔倒受了伤，该罚。把他们都赶出北山别墅。是先生。先生，饶了我们，先生，就饶了我们这次。先生。这次你受伤，责任在我。除了帮你把宋思年从你姐那夺回来之外，其他你要什么东西，我都不偿你。尽管开口。我想要一张皇家邮轮入场券，可以吗？就这个？听说那很热闹，我想去看看。可以。谢谢。你确定你这个新婚妻子没问题？我老婆就像小白兔，没什么心眼儿，头脑还简单，能有什么问题？阿修失控扑向石英时，你那么紧张，该不会真喜欢他吧？我只是不想做官夫，这刚结婚就丧偶，也太倒霉了。石英，带着你新画的设计稿回家一趟。太太，你要去哪儿？我父亲叫我回家一趟。哦，不行，我赶紧让先生去保护太太。喂，先生，太太被他父亲叫回家了。我看太太的眼睛红红的，许是打电话的时候被凶过了，回家怕是少不了一顿挨骂了。您快去护着太太呀。爸，金百丽女士对我们这次提供的礼服很不满意，说是看在那条鱼尾裙的份上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你说，石英这次的设计稿能让金百丽女士满意吗？那款鱼尾裙本是我呕心沥血为金百丽女士量身定做，却被宋思年偷了送给石清河。石清河凭借这条鱼尾裙得到金百丽的赏识，名声大噪，一跃成为设计界新生代紫微星。既然你们不仁，就不要怪我不义。我要在后天晚上的皇家游轮上光明正大的把金百丽这位贵客抢回来，属于我的名义和荣耀，一丝一毫都不会让给石清河。哎，茵茵回来了。爸，你这次找我回来是为我的新设计稿，你想让姐姐拿着我的设计稿去和金百丽女士进行第二次会面吗？茵茵啊，爸不是。设计稿就在这里，姐姐又可以和3个月前一样，在设计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顶替我的功劳。石嫣，3个月前你带着设计稿四处求见金百丽无门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那条破鱼尾裙能被他看见吗？有时候承认姐姐比你命好，难吗？命好，双腿瘫痪，半身不遂，这命给我都不稀罕。茵茵啊，你跟清河是亲姐妹，你又害她没有了双腿，平常你就大方点，多让让她。老爸答应你，只要结束了金百丽女士这单，以后清河绝对不会再顶你的名了。那爸，我可以代表石氏集团去参加后天的皇家晚宴吗？你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天煞孤星，你有什么资格参加上流人士的宴会？再指我一个试试看！哼，我指就指你了，你还能吃了我不成？我的手！
茵茵，我妈好歹是你的继母，你怎么可以折断她的手指？石英，你变了，你变得越来越歹毒了。闭嘴！我们家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插嘴？爸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晚宴的名额只有1个，公司已经决定派清河去参加。好，既然没什么别的事情，我先走了。石英，你站住！给我妈和思年道歉。道歉，可以。那你先看看这是怎么回事，看你要怎么解释。我亲爱的姐姐，你都成一个半身不遂的废物，你还急不可耐，勾引你的准妹夫。石英，你误会了，我跟清河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误会？你都已经饿得去亲一个半身不遂的废物，怎么？你要说是石清河逼你的？我，姐姐，你快看啊，他已经承认了，是你勾引的他，真是贱到骨子里去了。我不是。石英，你姐姐都因为你失去一双腿了，你为什么还是要咄咄逼人？石英，清河的双腿是因为你才没有的，你居然口无遮掩的当众羞辱他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歹毒了。宋思年，敢对我动手，我们之间彻底完了。石英，我就是一时气昏了。老爷，有个叫韩战的来了。这个二世祖跑来干嘛？韩战来，完了，我刚才那副凶狠的模样，是不是被韩战听到了、看到了？有了！你做什么？阿战，救我！谁给你们的狗胆动我的老婆？我？石英，为什么这个二世祖会叫你老婆？领了证，不叫老婆，叫妈呀！石英，你居然背着我跟这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领证！爷爷，你不是说这一辈子只爱我一个人吗？你怎么可以跟别人领证呢？我和我老婆领证，经过婚姻登记机关严格审查，是光明正大走过程序，符合法律规定。哪像宋公子你呀，玩得那么花，有了未婚妻还玩大姨子，还玩得人尽皆知啊！韩战，你给我闭嘴！石英竟然和韩战这个声名狼藉的浪大公子结婚了，那宋家唯一的少夫人，只能是我。谁打你了？啊！被自己心爱的男人打，小羊羔怎么这么可怜呢？算了，今天帮他出这口恶气。石英，明明是你拿我的手自己打自己的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副撒谎成性的鬼样子？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！你才太令我失望！一个大男人，婆婆妈妈竟是废人。思年，是石英他贼喊捉贼，他还把我妈妈的手指给折断了。谁在说话？谁？哦，石大小姐，你也在啊？我的错，怪我没看到你这人头到别人胯，矮人半截的残废。你们两个真是杀鼠一窝！骂我可以，别骂我老婆。我老婆生性纯良，胆小不惊吓，也背不起锅。你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纨绔二世祖，也敢来我家闹事！我要是告到你家去，你少不了一顿打！你这半截身子都入土的老妖婆，还学小学生告家长呢？石英是我的人，你们谁还敢欺负他？先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格。再敢对他动手，就废了你的手。石英，你要是敢跟他走，我们就真的去上婚约。石英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思年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我这个逆女会自甘堕落，
跟韩战这个花花公子去领证。我看你们俩的婚约就取消了吧。伯父，茵茵她不可能真的跟韩战领证。我跟她青梅竹马长大，她爱我入骨髓。她肯定是因为这次的烟花秀吃醋了，故意找韩战来气我的。对，茵茵平时乖巧听话，她应该不会绕过我这个父亲擅作主张，去跟韩战这个花花公子去领证的。思年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取消和石英的婚约，那我宝贝女儿清河怎么办？思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真的取消婚约。我对清河的好也是替石英还债，他早晚会想通的。妈，我要嫁给宋思年，都怪我这双腿，害我成了废物。我的宝贝女儿怎么这么命苦啊？行了，清河，是石英在欺负你，爸爸这一次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石英，你抢不过我，从你出生起就注定你只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哎，太太，你的脸怎么肿了？被他前未婚夫打的。韩叔，多亏你通知及时，要是我再晚去一步，太太就凶多吉少了。哎呀，我去拿冰桶。还能开玩笑？看来是没发现我这种乖巧是伪装的。太太啊，您那个娘家真不是人呆的，下次您回去啊，可一定要记得带着先生一起。韩叔，其实没有外界传的那么夸张，我从小到大都这样，早就习惯了。差点就被那4个老妖怪抽骨扒皮了，还不可怕？怎么了？他们还打你哪了？没有。谁打的？先生和太太虽然是闪婚，但心疼是心动的开始。先生心里是真的有太太呢。我爸爸，姐姐因为我失去了双腿，我爸爸打我也是应该的，而且我上过药了。石英，石清河的腿废了，真的是你害的吗？不是我做的，姐姐自己不小心摔下山崖。可他们都说是因为我没有及时拉住姐姐。他们是在 PUA 你。以后要是还有人给你扣上这种莫须有的罪名，你就硬气点，把罪名坐实了。我们既然已经领证了，天塌下来我也会替你撑着。这就是安全感吗？我和宋思明就算是热恋期，他也未曾给过我的安全感。算了，我跟一个傻狍子讲那么多做什么？他又听不懂。我知道了，你不要生气嘛。让我不生气也行。下午自己去商场买婚戒，下个月回韩宅要用。这个花花公子竟然放过了我。怎么？很想我亲你吗？不是的，我就是想问，买我的那只戒指，要买你的吗？我知道你的心里还装着你的前未婚夫，但你也不能对我这么苛刻呀。新婚夫妻买婚戒，只买你自己的，不买我的。老婆，你这对我有点不太好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知道你手的维度，到时候买大了或者买小了，不合适嘛。18圈口。韩叔，今晚有饭局就不回来吃饭了。好的，先生。喂，丽丽，你陪我去买戒指吧。韩战就这么轻易的给你弄了张皇家游轮宴会的邀请函，圈子里面谁不知道他最爱折磨人了，都对他退避三舍，想占他便宜，差使他去办事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少了点心思换来的，疼死了。你还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要不我们去宋氏珠宝里买珠宝吧？
在前未婚夫的婚庆店里买和现任丈夫的结婚戒指，我想想都觉得刺激。我才不要白白便宜了宋思年，我还给他送钱。茵茵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茵茵，你还在生姐姐的气吗？关于设计稿的事情，我很抱歉，但是爸爸非要让我在你的设计稿上署名的，我实属无奈。你搬回家住吧，姐姐担心你在外面受委屈。让茵茵受委屈最多的不就是你们石家人吗？尤其是你石清河，作为既得利益者，还在这冠冕堂皇的对着被你吸血的妹妹表演良善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不要以为你是墨家的大小姐就可以在外嚣张，你没有这个资格，更不配对清河指手画脚。识相的话，立马给我道歉！思年，哇，茵茵暴打渣男，简直酷毙了！是你是不是疯了？上耳光身上影了是吧？敢对我的朋友颐指气使，你也配？茵茵，你别和思年吵架了。我今天穿婚纱是为了拍一组艺术照，思年他只是出于同情和愧疚过来照顾我，他是爱你的，别因为我破坏了你和思年多年的感情。打了他忘记打你了是吗？茵茵，怎么装疯卖傻？忘了上次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是怎么上热搜的吗？姐姐，看在你是个半身不遂的废物的份上，就免了你这一巴掌。石野，清河的腿是因为你才被……你能不能别翻来覆去就是这句话？是我绑着他去爬山的，还是我把他推下去的？但你本可以拉他一把。我再说一次，我当时根本没有看到，但我巴不得我当时看到，我就会亲自给你推下去，省得你脏了。你够了！清河是你姐姐，既然你这么心疼他，想要为他说话，你就应该娶了他，照顾他到死。非要把我往外推是吗？慷别人之慨，你倒是挺大方，一句又一句说是我毁了他的腿，让我承担责任。但凡牺牲你一星半点，你就不愿意了。姐姐，你看到没有？宋思年也觉得你残疾的样子不好看，不然他怎么不愿意娶你呢？宋思年是个男人，你就把他娶了，别光嘴上说着愧疚负责。宝贝，我们走。好。茵茵，思年，我的腿好痛。茵茵，你看，那是不是你的新婚丈夫韩战？没有啊，你是不是看走眼了？我们去买婚戒。看啥呢？看一场三角恋的戏嘛，听不清在说什么，不过看起来很刺激。你什么时候就这么八卦了？哎，对了，看看我这辆新车咋样？绿的发光。我就中意这个色，在意大利看展的时候就爱上了。等过几天车到了，来欣赏一下我的小弟。不用了。怎么，拉头子吃了个饭，累了？我只是觉得我头顶的颜色比这车更绿，我应该去找个镜子，好好欣赏一下自己的绿帽子。受啥刺激？医生说你是情绪过激，导致双腿疼痛。今天茵茵说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也不要跟她一般计较。她只是太爱我了，才会这么口无遮拦。归根结底，都是我的过错。我从未怪过茵茵，思年，我在意的是你的态度。如茵茵说的，你也嫌弃我双腿残疾，半身不遂了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清河，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？宋氏两家的联姻，新郎是你，新娘可以是茵茵，也可以是我。我爸妈也和你谈过更换姻亲对象，但你一口就拒绝了。你也和外界的人一样，瞧不上我了是不是？宋氏两家不是商业联姻，而是我爱茵茵。清河，对于你的遭遇我很抱歉，
这半年来，我也竭尽所能在弥补，以至于忽略了茵茵，把你放在了第一位。但这并不代表我要更换联姻对象，在我心里，茵茵已经是我未过门的妻子。宋少爷走了，离开时亲自去药房取药，叮嘱您按时服药。石英画的这张设计稿，你能画出来吗？不能。你也是从 HU 深造出来的高材生，石英可以画出，你怎么不行？二小姐有天分，那我就是废物了。抱歉。上公司的人赶紧把样衣做出来，后天跟我一起去赴宴。拿下金百利这一带。茵茵，姐姐实在是不想跟你抢，只不过石家的财产、事业和名利，以及宋思年这个人，姐姐都没有办法让给你。早上好啊，老婆。一晚没见，有没有想我？还是早上好。老婆，早餐想吃什么呀？鱼子酱吐司三明治，还是燕麦小米粥？喝粥可以吗？喜欢吃中餐。记住了。谢谢。这么有礼貌啊。要不亲我一下，以表谢意。先生，陆少爷来了。先生，你客人来了。那真是，谢谢你的提醒。怎么，陆家缺你吃，缺你喝了，要到我这来蹭早餐？我们两个穿一条裤子长的，怎么吃你的怎么了？哼！昨天晚上你跟金百利通了电话，谈得怎么样？他愿意把那枚红宝石戒指卖给你吗？金百利愿意卖，但他有个条件，帮他找一个人。找人？找什么人？他认为石氏集团3个月前为他量身定做的那条鱼尾裙，并不是出自主创设计师石清河的手。他想要找到那条鱼尾裙真正的设计师。这多少有点强人所难了吧？有了，要不你去找你老丈人石董事长，或许他能看在韩家的面上卖你这个人情的。你觉得我上次带人上门闹了一顿，并带走他女儿后，他会看在韩家的份上卖我这个人情，还是失去理智砍我几刀啊？我来蹭个早餐，不会介意吧，石小姐？太客气了，陆少。哎，还是石小姐大方，韩战能娶到你这样好的媳妇儿，真是祖上积德，三人有幸。阿战，你看，这是不是3个月前石氏给金百利设计的那款鱼尾裙礼服？主创团队负责人是石清河，他因为这条裙子还荣登了国内最年轻的时尚设计师排行榜榜首。石小姐，我能冒昧的问一句，您大学是在哪儿上的吗？我在京大上的大学，大3被推荐去了 HU， 在剑桥市做了1年的交换生。今年6月份我从京大毕业之后，就去了石氏上班。从未听说过你在石氏任职啊，我还以为石氏设计部全由你姐负责。姐姐能力更出众，父亲更相信她，所以给她高管的位置。我沉默寡言，不讨人喜欢，您不认识我也是正常的。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手机，我去接个电话。石氏给金百利设计的那款鱼尾裙礼服，会不会
就是出自石英的手。石清河顶了他的名，抢了他的功劳，就像你哥当年抢你的融资策划案一样。如果石英真的是这款礼服的设计者，那金百丽给你提出的要求，你就能够轻松完成。到时候，你带着他去见金百丽，那枚红宝石戒指也就归你了。茵茵，我按照你说的，8点半给你发了信息，也在8点35给你打了这通电话。你是见到金百丽女士了吗？还没见。他认为石氏集团3个月前为他量身定做的那条鱼尾裙，并不是出自主创设计师石清河的手。他想见这条鱼尾裙真正的设计师。我本来还在担忧到底能不能见到金百丽女士，但是现在我敢肯定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能见到她。你姐不光抢了你的未婚夫，还抢了你的设计图。一个垃圾男人被抢了就抢了，前程和事业怎么能拱手相让？那怎么办？不反抗。我能反抗吗？今晚带上你的画稿，跟我去见金百丽。我要让你的名字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你的作品上。可如果这样的话，姐姐的名声就会受损，爸爸会生气。哼，你姐挖你墙角勾搭你未婚夫的时候，他就亲手毁了自己的名声。至于石董事长，他的确偏心你姐，可那又怎样？爽了就行。韩少，谢谢你。我也是为了红宝石戒指，不是专门想帮你。非要感谢我的话，那就叫声老公听听。罢了，今天就先放过你，去选套漂亮衣服，晚上好见金百丽。我这裙子不好吗？好什么呀？儿童穿搭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诱拐未成年。那是你平时接触的那些女生都太美艳性感了。这么了解我，还查过我？他们都这么说。是吗？花心大萝卜。哼，小羊羔真是天真可爱。笑这么了，爱上你的小娇妻了？哎，韩战，你有病啊！是啊，我就是爱妻入骨，无药可救。像你这种打娘胎里就单身的人，说不明白。不是吧？你不会真爱上石英了？你猜？哦，大小姐到了。石氏的设计副总监带了新设计的礼服来。我们反思了上次的失误，并及时改进，设计出这款周氏元素的礼服，契合你即将去参加的 ZM 文化交流会。你不知道我喜欢的是 M 国国花玫瑰吗？
半年前，石英为了拿下金百利的单子，就到处打听，搜集过金百利的喜好。他一定是故意弄了个竹子刺绣来坑我，真是长本事了。你不是这条礼裙的设计师，3个月前交付的那条鱼尾裙，虽然写的是你的名字，但也不是出自你手。您误会了，这条礼服是由我主创，整个设计部的同事共同润色精修而来的。那上次我不满意的那条礼裙，也是你主创？是。那你说说，能设计出鱼尾裙的你，上次怎么会提供给我一款垃圾？你说我的设计是垃圾？你在质疑我？不敢。跟我说说他是谁，在鱼尾裙和这次设计稿中，他担任什么角色？石英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好你个石英，都舞到金百利面前来了，难不成是想拿回这2幅设计画12小姐是我的贵宾带来的，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这里？小羊羔，现在可不是你胆小怯弱的时候，硬气点，把你的心血夺回来，署上你的名字。贝利女士，玫瑰有花期，春开秋谢，竹子四季常青，屹立不倒。我结合您前半生的奋斗史，为您选择中国的翠韵竹。我在选竹子的时候，刚好在看您竞选议员时的录像。您在一群男人中脱颖而出，就像是青竹屹立于万花丛中。如果世界上能多一些像您这样的优秀女性上位者，世界应该会更美好。哎呀，说的真好。你家这个新婚妻子不简单呢，你还是小心点。我老婆这是长大了，敢于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呢。我看你被石唬住了双眼。3个月前，那款鱼尾裙也是你设计的？是，很漂亮，连同今天这一条，我都很喜欢。该你说。所以你盗窃了你妹妹的设计稿，冒名顶替了她该有的成就啊！在设计界，抄袭已经是耻辱，你竟然盗窃，太不要脸了！啊！不要脸！我不是，我没有。原来3个月前，凭着鱼尾裙登上新秀榜的石清河，虽然是假冒的，真正的紫薇星儿是她的妹妹石家2小姐石叶。你个不要脸的盗窃者，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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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是被陷害的。来人，石大小姐疯了，请她出去。石叶，你陷害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石叶。韩少，歌写摩洛哥红宝石戒指，送给你了。感谢本利女士。以后啊，我的妻子就拜托大家多多照顾了。12小姐天资聪慧，日后一定能得偿所愿，取得更耀眼的成绩。你们这些势利眼的东西，不要命了是吗？石英这个贱人，竟敢堂而皇之的抢我的东西，我一定不会让妈放过他的。大小姐打听到了，韩二少为求取金百利女士的一枚红宝石戒指，答应帮她找出真正设计鱼尾裙的设计师。2小姐应该是被韩二少强行弄上游轮，带到金百利面前的。我说呢，石英他哪来的胆量跟本事敢做这种事？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目前最关键的是稳住我在石市的地位。大小姐，您想怎么做？把你手里的2个设计稿署上我的名字，提交去产品部，作为公司下个月上市的新品。好的。丽丽，帮我调查一个人。孟曦，石清河，这次是拿回属于我的作品，再有下次，就是将你驱逐出石氏集团。茵茵，
这是梦溪的全部资料。他的父亲现在得了癌症，目前正在做化疗阶段。他被石清河威胁着做枪手，而且石清河那些获奖作品、设计稿也都出自梦溪之手。经股东大会商议，多票表决通过后，提拔您为设计部副总监，望您再创佳绩，与公司共同进步。茵茵，恭喜你啊！曾经被石清河用几滴泪就抢走的位置，你终于拿回来了。这只是我的起点，绝不是我的终点。我要的也不是打败石清河，而是我父亲的那把椅子。茵茵啊，今天是中秋节，回家吃个团圆饭吧。好。二小姐，您回来了。啊？茵茵回来了，来，快过来吃饭。爸，你这次找我回来，什么事直说吧。爸爸准备明天召开公司下个月的新品服装发布会，你能和清河一起参加吗？要我出席，无非就是想让我出面保全石清河的名声。茵茵，姐姐希望你能来。我可以参加新闻发布会，还能帮姐姐澄清，说是我前段时间因为生病，自愿把画作交给姐姐署名，所以姐姐不算盗窃我的作品。茵茵，你能这么做太好了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茵茵，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公司的新春项目我也要参加，并且与石清河平权，共同以主创设计师的身份去参加。这个项目是我积累了2年，爸爸又在股东会上为我说话，才艰难拿下来。谁能这么容易就想把机会分死？绝对不行！爸爸，不可以！同意了我的提议，我就同意出席新闻发布会。一个项目换来姐姐原创设计师的形象，不亏啊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去做。爸爸，坐出租吗？小妹，只要10块钱。回家吧，小妹，我免费，不收钱。你怎么来了？韩叔说你要回石家，我怕你又被欺负，就来了。其实我没那么好欺负。哦，学会反抗了。韩战之所以对我好，无非是享受这种拯救者的感觉。如果有一天他知道我其实是个心机坏女人，大概会恼羞成怒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到今天是中秋节，有安排。中秋节的时候家里都会做团圆饭，寓意家宅安康，还会拍一张合照。从我姐腿受伤之后开始，家里的合照就没有我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不是吃团圆饭吧？爸爸让我出席一场发布会，为姐姐澄清流言，维持她的形象。你答应了？还说你没被欺负，你都被欺负成啥样了？走，我去帮你要个说法去。算了吧。算了，有我在，亮他们也不敢太过分。老婆，我们去吃团圆饭吧。石大小姐差你过来定位置点菜的吗？石大小姐差遣我老婆，她一个矮人半截的废物，她配吗？不好意思，韩少，他不懂规矩。您的包厢这边一直都在，这边请。请摄影师进包厢，我要和我老婆拍张合照，纪念一下中秋佳节。是，韩少。你有几条命，敢得罪韩战？经理，他经常会来替石大小姐跑腿，我也不知道他会变成韩少的老婆。以前他每次来的时候都只能站在角落，合影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入镜。闭嘴吧，别说了。老婆，我以后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，谁再不长眼，你就报我的名号，吓跑他们。毕竟我臭名昭著，他们会闻风丧胆的。2位靠近一点，
老婆，以后每个中秋节我们都拍合照，预祝以后我们感情和睦，家宅兴旺。好，打开看看。这报酬？我不要你的报酬，要不是你，我都见不到金百丽女士，更拿不到我作品署名权，所以我们之间算是互惠互利，我不能要。哎呀，这戒指放在盒子里平平无奇，戴在我老婆手上真漂亮。果然，人好看啊，戴什么都好看。韩战，谢谢你。这有什么好谢的呀？除了戒指，我还能实现你的愿望。你想要什么？什么都可以吗？那当然啊。我想留到以后，可以吗？什么时候想到了，什么时候跟我提。来，把这个团圆饭吃了，才能算真正的团团圆圆。妈妈死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这么在意过我说的每一句话。尽管我知道韩战喊的老婆没什么真情实感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。爸，我来之前谁到医院看了你吗？是你同事呀，啊，一个很乖的女孩子，这几天她都来看我，陪我说话下棋呢。就是她嘛，殷媚儿。二小姐，我爸是肝癌中期，身体不好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为难他行吗？你多虑了。你能悄无声息上到皇家游轮，出现在金百丽面前，天衣无缝地夺回自己的2幅设计图稿，升职成为设计部副总监，与大小姐平起平坐。我的这份顾虑就不是多余的，我只是为大小姐卖命的一个小喽啰，不值得您费心思来针对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想针对你，而不是帮啊！我们都是裴教授的关门弟子。你在 HU 的那段时间，成绩有多耀眼，没有人比你更清楚。你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自己付出心血的礼服，被署上石清河的大名，刊登在各大杂志上。我想，你心里该比谁都还难过吧？我可以正大光明地站在金百丽面前，拿回本该属于我自己的作品。我也可以帮你，把你的作品全都拿回来。莫西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和我结盟。不，抱歉二小姐。你先别着急着拒绝我。老师下个月就要回国，你说他要是知道你出卖自己的灵魂，拿着画作去卖钱。我没有，可你收了石清河的钱。老师把毕生的才学都教给你，可你学成归国后，却为了权势和名利，做了石清河的跟班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一个小人物，没有家世，没有背景，不依靠石清河，就没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。肿瘤界的大拿陆医生回京了，没有石清河，凭我怎么能够摸得到陆家的门槛？我怎么可能请得动陆医生？我就这么一个爸爸，我怎么能放弃？我绝对不会放弃。如果我说我可以帮你请到陆医生，学姐，现在迷途知返还不算晚。我相信下个月老师回国时，我希望我是以设计师的身份光明正大地站在老师面前，用我的实际成绩告诉他，这些年对我的付出没有白费。老婆，蹲在地上做什么？我会拿出我的诚意，1个星期之后，我会把陆医生请到你父亲的病房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走。老婆，又来看望你们公司生病住院的员工啊。我老婆真是菩萨心肠。要是世上所有的高层领导都像你一样会体贴下属的话，就没有人会挨冻受饿了。
都被上司的爱给温暖死了。总是嘴贫。小羊羔胆子肥了，敢瞪我了。你怎么来医院了？陆成他爸结束了癌细胞专项研究，回了京城就停了他所有的信用卡，让我来找陆叔叔替他求情呢。我早就听说陆医生是陆成的父亲。哎，什么时候跟你姐的助理关系这么好了？我是在向他示好。爸爸让我和姐姐共同完成石氏集团的新春项目，这是我升职后拿到的第一个机会。如果完成度太差，我得被赶出石氏集团。这么想的石氏，站稳脚跟。我需要出人头地，最起码让大众知道我的存在。这不仅仅是为我自己，也是在保护我的每一个作品。金百丽的事情有第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我可以被欺负，但我的作品不可以。我现在要问他联系方式，会不会目的性太强了？有事。我曾听圈子里的人说，陆少的父亲陆医生医术超凡，国内仅有的8例癌症患者被治愈的病例都是出自他手。陆叔的确是享誉国际肿瘤医科圣手。那陆医生有没有在你家医院挂名，或者是说放置挂名的名额？石家有人得癌了。不是。哦，你前未婚夫得癌了？不是，是梦溪的父亲生病了，我想请陆医生帮忙看看。所以你要讨好你姐姐的助理？哎呀，你话别说这么直白嘛。你可以帮我这个小忙吗？可以是可以啊，那你怎么回报我？那你想什么回报？我可以帮你请到陆医生，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。真的？当然，我要等到你心甘情愿的那一天。还是说你想现在就睡我？还是我那个晚安。我怎么觉得我老婆在扮猪吃老虎呢？哎，给。啊，副总监，你来了。总监刚递交了2份相当优异的设计稿，会议多票通过，明天就能上实时的官网进行预售，还给我们买了下午茶呢。恭喜啊，茵茵，你刚成为副总监，专业素养还有待提高，画出来的稿子不如人意，也正常。姐姐，我的稿子可都还没交呢。还用上交吗？茵茵，你赢不了的。石清河，
你是不是忘了，你之所以得到金百丽的认可，是因为盗用了我的设计稿？你记住，我从始至终都胜你一筹。你拿什么跟我？石英他不过就是个不被爱的天煞孤星，还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啊？大小姐，您消消气。那个贱人要跟我抢石家的家产。二小姐她哪有这个本事？不说您是石总石太太的心头宝，就是在设计圈的地位和发展，您有多个作品傍身，负责的新春项目也即将上市。是，下个月月初公司就要上春节的新品，全都是由我石清河设计出来的。到时新品大卖，我就能彻底将石英踩在脚下。成品衣服做出来了，在做了，大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会亲自跟着产品部门，到时再和生产部去对接，一定让您在新品发布会上大放异彩。等新春项目上市，我就让人去请陆医生。只要你认真为我办事，我会保住你父亲的命。谢谢大小姐。你就那么直接的跟韩战说，想把陆医生介绍给孟熙他爸？中秋节那天，他说过的，我可以向他许一个愿望，这样他不会起疑心吗？适当的暴露自己，才能更好的保全自己。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我的目标是在石氏站稳脚跟，才不会被他提防。也对，韩战是豪门家族里出来的二少爷，不可能没心眼。那你请到陆医生了吗？上周托韩战的关系，陆医生不但给孟熙的爸爸制定了专属的化疗方案，而且还派人从研究所取了许多市面上没发售过的稀有靶向药。你为了孟熙不惜在韩战面前暴露了心机，那他现在是你这边的人了？二小姐，我交给石清河的2幅设计图稿，他没有任何怀疑。今天送去了产品部门，预计后天做出成品，下周一会挂上石氏的官网进行预售。把石清河抄袭的消息慢慢散播出来。茵茵，你老公来接你了。韩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怕我老婆被别人拐跑了，所以亲自来接。怎么，小羊羔变异进化成小狗了？秀什么呢？这么不放心我？你的身上怎么有股中药味？你生病了？韩叔上了年纪，有关节病，我去中药房开了药。连管家的病痛他都这么上心，韩战好像并不是冷血无情的人。这是什么？路过一家糖果店，听到很多小孩在找大人要糖果，所以买来让你尝尝。我不是小孩子。你是小狗。你才小狗呢。好，我是小狗。还说不是小狗，多咬人。茵茵，你想吃糖就自己拿。好啊，你竟敢偷吃姐姐的糖果！我养你还养个贼出来了是吧？是吧？妹妹，你怎么可以偷吃我的糖果？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棒棒糖！我叫你偷吃！怎么哭了？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说你是小狗了。
韩战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已经18年没有吃过糖果。不管你对我的好有几分是真心，都谢谢你。哇，这么高！由石总监主创的新春项目第1系列新款，短短4个小时下单量过万，石总监真的太优秀了。大小姐不愧是设计圈的紫微星。石董事长有女如此，是整个石家的荣耀，是咱们石氏集团的幸运。各位过奖了，我的宝贝女儿清河一向都很优秀，新款上市能取得这么耀眼的成绩，也是在情理之中。真不错，还真是优秀，是不错，真厉害。从前在狗的房子外下了一场雨，天空上长出很多棉花糖。二小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那封控告石清河抄袭的举报信，我已经上交了国内设计协会，也给了媒体，网上很快就会爆出来。好，知道了。阿雄，妈妈要去打怪兽了，回来再给你讲故事，好不好？走吧。二小姐，你总算来了。由大小姐的主创作品中发现有2款裙子居然是抄袭的，网上的帖子都已经爆了，对方写了举报信，递交了设计协会。现在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麻烦，股东们都被叫来开会。爸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抄袭。公司这几年上市热销的产品都是我设计出来的，我在这个圈子的地位已然稳固。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何必去抄袭呢？爆料的人发证据了，快把证据投给我们看看！天哪，他真的抄袭了！石总监，你居然抄袭裴教授5年前未发表的作品！服装设计圈子里谁人不知哈佛设计学院的裴文清教授？石总监也太大胆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真的抄袭？完了，我彻底完了！石董，网友们对于石总监抄袭裴教授这件事愤愤不平，我们石氏集团也遭受了牵连，股票大跌，1个小时蒸发10个亿。什么？石董，我们信任你，相信石氏集团，才把钱投进来。这件事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清河，你真的抄袭了裴教授的作品？爸，我……各位，我姐姐没有抄袭。石爷，你别妄想趁乱给我落井下石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闭嘴！茵茵啊，答应爸爸，无论如何要保住石氏集团，只要你做到，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。爸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石清河没有抄袭？众所周知，裴教授晚期的作品，在抽皱、折叠、绣缀3个方面都极为的简约，很多设计师争先恐后的模仿，却模仿不出办法。而这2幅画却能模仿出9分，就像是裴教授本人亲自画的一样。我记得裴教授只在 HU 设计学院授过课，姐姐没有去过 HU 设计学院，所以她不可能画得出来。你的意思是，这2幅带有石清河名字的设计稿，竟不是出自石清河的手？这一点，姐姐可比任何人都清楚。石爷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！清河，这2幅画不是你画的。爸，我……姐姐，现在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承认自己抄袭。裴教授的团队要是继续上诉的话，你就会进去坐牢。第2个选择，承认自己冒名顶替，顶多就是名声坏，不能在圈子里了，可这不吃牢饭。2条路，姐姐，你选哪？
那2幅抄袭的设计稿，的确不出自于我手，都是梦溪的作品。什么？石总监，你又冒名顶替别人的设计稿？请梦溪进来。是。大小姐，我前段时间真的没有灵感了，你几番催促，我不得已才抄袭了导师没发表的作品。看在我为你当了多年枪手的份上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！我还年轻，我不能进监狱。你闭嘴！还不赶紧把这个抄袭者给我关进监狱去！哟，这么热闹啊！韩战，你带这么多记者过来干嘛啊？刚好路过，看到时事乱成一锅粥，没有人招待记者朋友，好心给他们引路而已。石董，整了这一出大戏，结束过后，你可别忘了给我结算迎宾的报酬啊！请问石董，这个小职员是你推进来给您大女儿背锅的吗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！石董，裴教授在网上知道抄袭者是他最喜爱的关门弟子梦溪后，已经在网上表示将那一幅没有公开过的作品送给梦溪，并替我们石氏澄清了抄袭风波。这么说，我们石氏集团的抄袭风波彻底解除了。请问石董，石氏总监石清河利用职务霸凌小员工，夺走别人作品，写上自己的名字，石氏不给个解释吗？哎呦，我说了，别拍了！请问石大小姐，您自己画不出设计稿，抢夺小员工，您的脸呢？不敢想象，若是这次没出现抄袭乌龙，这个叫梦溪的设计师，是不是这辈子都要被石清河吸血压榨，永无出头之日？走开！你们走开！别怕！别怕！别怕！扳倒你姐姐，你笑得这么开心？那当然了，而且我还替梦溪感到开心，因为从此刻开始，他那些被石清河占了的作品，可以勇敢地署上自己的名字。但是，最让我觉得开心的，通过这个事情，世界上越来越多被压榨的人，可以勇敢地站出来，为自己发声。的确，我老婆正在做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。啊，对了，你是怎么想到带那么多记者过来的？恰好看到你闺蜜名下的10几家传媒公司在网上带动舆论风向，我就想着带记者来，并且现场直播，更带感。这次我是不是在韩战面前彻底暴露了？茵茵，按你说的，我已经把石清河抢夺他人劳动成果的帖子推到所有话题榜前10了，任凭石氏公关部怎么砸钱，2天内也撤不下来。老婆，上次让你买的婚戒买了吗？买了，你看。老婆，咱们是穷的只能喝白粥了吗？啊？这戒指上的钻石，小的得用放大镜才看得清。下次你给我买个更大的，老公不差这点钱。不用啊，而且我记得中秋节那天，我知道了。这才乖嘛。走，带你回我家。今天去韩展？走，该见公婆了。今天去韩展？别紧张，吃个饭而已。那不行，我得去收拾一下。哎，老婆，给其他人留一条生路吧。不收拾你已经这么漂亮了，你要还收拾，别说是人了，韩宅里种的花、养的鱼，都快被你迷死了。就你花言巧语。走吧。也不知道啊，是哪个女孩子本事这么大，能让咱们阿战那个豪华公子收心？嫂子，您这新儿媳怕可不简单呐。什么简单不简单的？让阿战收心就是好儿媳。哎，哼，老婆，你有福了。我妈把我结婚的消息放在了家族群里，等会儿会有一些人来看你。那我应该准备些什么？准备？这张漂亮的脸蛋坐我旁边就行。记得收红包啊，这个包够大，不怕装不下。放松，那些人啊，我也不熟。
来了，走。我准备好了。怎么会是石家那个灾星？阿战是不是疯了呀？啊，这，茵茵呐，第一次进门，妈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去楼上取吧。去吧，但不是很贵重的，咱不要。哎呦，我老婆可不是什么垃圾都收的。你个混不吝的臭小子！我没记错的话，那姑娘还和宋家的公子订婚呢。阿战呐，再怎么着，你也不应该跟石英结婚呐。就是。二叔，你暗恋石英啊？你胡说什么呀？你要不是暗恋她，想把她占为己有，那我娶她，你着什么急啊？阿战，你简直是目无尊长！二叔，就是跟您开个玩笑。您怎么这么小心眼呢？您啊，年纪大了，情绪起伏不要这么大，小心高血压上头，一闭眼找我奶去。你，我今天呐，就不该来凑这个热闹。阿战呐，且不说石英是宋家的准儿媳妇，就说她本人命格带晦气，是圈内人人皆知的天煞孤星，会影响运气的。你就算不为你本人，你也得为我们韩家呀。阿战，听小姑的，这婚咱们离了。哼，你还挺迷信。这不是迷信不迷信，就连他父母都不待见他，就能知道他。那按照你的说法，石英能凭一己之力影响整个韩家，那在座的各位都可以罢工去死了。反正我们再怎么打拼，也敌不过石英的气宇。你这是胡说八道。小姑，你既然这么不喜欢石英呢，要不您把上次韩家聚餐的那个姑娘介绍给我吧，我看这小姑娘还不错。你就把你的表侄女介绍给我吧。那可不行，我夫家小侄女怎么可能嫁给一个一事无成的二世祖韩战？小姑不愿意啊，那二叔，要不您来做这个媒人？阿梅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石英呐，有石英的好，至少啊，她性格乖顺，人也长得漂亮。石英呢，嫁给韩战呐，蛮好的。你呀，就不要多嘴，说他们两个小两口的闲话了。是啊，是啊，阿战，你眼光真好，挺好的。既然在座的各位都认可了石英，那以后无论在韩家还是在外面，大家都要多维护他。阿战呐，把茵茵娶回家是你长这么大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儿。茵茵乖巧温顺，这个儿媳妇儿我很满意。妈，您再怎么满意，茵茵也是我的老婆，是要带回家的。妈，没为难你吧？没有，阿姨还给我送了个镯子。这可是韩家的传家宝，嫂子，你应该传给大儿媳妇的。大儿媳还没着落呢，茵茵也是韩家儿媳，传家宝给茵茵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我老婆皮肤白，这陈年旧镯子戴在我老婆手腕上，都增色了几分。什么传家不传家宝的，能被我老婆戴上，是她的荣幸。茵茵，咱们初次见面，二叔啊也没给你准备什么像样的礼物，这个红包啊你先拿着，这是二叔啊和二婶对你和阿战的一点心意，请收下。谢谢二叔。哎，好嘞。茵茵啊，三姑也有红包给你，祝你和阿战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啊！谢谢三姑。傻子，既然结婚了，就搬回家住吧。茵茵是个可怜的孩子，这搬回来了，妈也能帮你跟着照顾她。不搬，我老婆我自己能照顾。还在怪妈偏心你大哥呢。当初我也不知道美联邦银行长融资的那2个项目是你做的，
我以为你以为，哼，我要抢大哥的功劳，所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上家法打了我一顿。当初误会了你，那妈也给你道歉了，你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呢？从小到大，你始终认为我不如大哥。好，大哥想要那2个项目的功劳没什么，我让给他就是了。原来他跟我一样，从小到大都受到了来自家人的不公平对待。不对，我心疼他干嘛？哦，过2天你生日，我和茵茵就不回来了，礼物提前给你。是金百丽女士以3个亿价格拍下的那枚歌血摩洛哥红宝石戒指，是你大哥托你带给我的吧？你大哥一定费老劲儿了吧？是我大哥带给你。不是的，什么不是？妈，这枚戒指是阿战求了好多次金百丽女士才得到的。这是阿战求来的？怎么可能？这件事情除了他大哥，没人能办得到。妈，怎么就不可能？阿战为了求来这枚戒指，不知道吃了多少次金百丽女士的闭门羹。他这副锲而不舍的样子，我看了都心疼。阿战，我以为……妈，难怪阿战每次都不想回来。偏心不是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你因为偏心下意识对他的误解，一次一次的伤透他的心。阿战的心就是被委屈撑大的。阿战，妈又伤害你了。行了，多大点事啊？只要妈开心，我受点委屈算什么？那我先带老婆回去了。你下次还来？我那都是客套话，你不想来，我们就不来了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哼，老婆，真心疼我的话，抱抱我。我还怪难受的。韩正从回来就躲书房了，是还不开心吗？老婆，找我有事啊？当当当！我的快乐分你一半，你别不开心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堂堂的韩家公子，是个花花少爷，视金钱如粪土。你怎么可能会喜欢铜锈味的东西呢？那我收走了，收走啦。喂，茵茵，你来公司一趟。好。你乖乖听话，在家等我。我去趟公司就回来。老婆，我呢，没碰过其他女人，也从来没有在外面乱玩过。我有工作，不像别人说的那样一事无成。我知道，你每天都在书房里忙。那以后
不要像别人一样戴有色眼镜看我，好吗？爸，你要开除姐姐？现在网上的舆论是越演越烈，大家一提起时事，第一印象就是职场霸凌，搞特权走后门。为了挽回公司的形象，不但清河要被开除，而且要把那个梦溪提升为公司设计部副总监。爸，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心急帮姐姐洗脱抄袭的罪名，就不会牵扯出后面这么多事情。茵茵，你也不要自责了，要是没有你，不但清河要被拘留，公司也会岌岌可危。正因为你站了出来，那个裴教授才会看在孟溪的份上，对我们施氏集团网开一面。茵茵，爸爸之前答应你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爸，姐姐有实施5%的原始股份，我也想要。什么？爸，我知道了，是我不该跟姐姐相提并论，我逾矩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是我忽视了这个女儿，她是有天赋的，实事还需要她撑着。爸，算了，我不要了，您别生气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姐姐有的，你都得有。这样，爸爸把公司10%的股份给你，等一下李秘书呢会把股权转让书给你。茵茵，爸爸对你只有一个要求。爸，您尽管提。新春项目的第1系列产品已经成为舆论的牺牲品了。爸爸知道你在设计方面很有天赋，那第2系列产品就全部交给你了。公司设计总监的位置也交给你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好的。石总，这是您要的股权转让书，交给茵茵吧。谢谢爸。啊，你该不会是想翻身，故意摆了我一道，想让我在大众面前承认你，并归还你的作品？大小姐，我不敢，我爸的病还仰仗着你，我怎么敢做出让您不开心的事儿？设计您，那更是天方夜谭，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你天生就是被我踩在脚下的蝼蚁，谅你也不敢背叛我。回去吧。谢谢大小姐。大小姐，孟小姐对您挺忠心的。那是因为我拿捏着她那得了肝癌的养父，不然她怎么可能会屈服？二小姐她分明就是冲我来的。在会议室里，她装着维护我，分明就是想搞垮我。我一定要让石英那个贱人不得好死。Elton 先生发来邮件说你策划的很好，乐意跟我们合作，一起推动公司上市。阿占，10年卧薪尝胆，我们终于要出人头地了。我看以后在圈子里，谁还敢笑话我们一事无成？哦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？哦，我老婆快下班了，我得回去陪她吃晚饭，走了。你认真的？我看着很假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对石英认真了。茵茵是我老婆，我不对她认真，对你认真。你不是说他跟你结婚是有意图，踩在你身上升职加薪，取代石清河的实时位置？所以呢？他心思不纯呐，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善良。那不正好吗？我是渣男，她是恶女，我们天生一对。你完了，阿占，走了。你彻底完了，你坠入爱河了，你没救了。韩叔，你在干什么？太太，我在看蛋糕的样式。下个月月初是先生的生日，我打算做一个更新鲜的蛋糕送给先生。
韩叔，你对阿战真好。那是因为先生对我也很好啊。先生从小就不受宠爱，这些年来，外界更是把诸多的骂名安在他身上。但是太太，先生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，他是个好人，他值得你托付终身。老婆，我呢，没有碰过其他女人，也从来没有在外面乱玩过。我有工作，不像别人说的那样一事无成。那以后不要像别人一样戴有色眼镜看我，好吗？喂，石总监，麻烦您将新春第2系列的设计稿发给我，我这边提交审核。明天早上8点我再发给你。您不是已经画好了吗？我想重新画一幅，加入男装系列。太太。谢谢韩叔。对了，韩叔，您能告诉我阿战的身体维度是多少吗？您是要给先生买衣服吗？阿战的生日快到了，我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就想亲手给他做件衣服，聊表心意。哦，那我整理一份先生身体维度的数据给您。太太，先生有你这样的好老婆，我实在是太开心了。你怎么哭了？好消息，官网挂出了由石总监石英设计的第2系列原创服装，其中的一款刺绣款改良中山装最为火爆，上线不到1个小时，订单量已经突破了5万。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石总监。二小姐这次新款设计已经刷新了咱们石氏创办以来的销售记录了，新春市场绝对是咱们石氏的，同行一杯羹都分不到。金百丽女士的2条晚礼服就是二小姐设计的，当时若是没被大小姐抢了功劳，二小姐早就红透圈内外了。是啊。二小姐，这您要的第1套成品衣服。谢谢。二小姐把设计图发来的时候，还发给了我们一份身份数据的维度表，让我们照着身份维度做样本衣呢。啊，总监，这套衣服是不是你从喜欢的人那里得到的灵感？你还拿走了第1套样衣呢，这叫什么？我设计出来的衣服第1套属于你，好浪漫哦。好了，是挺重要的人。今天的下午茶我请了。谢谢总监。大小姐，您消消气。你看清楚，石英设计的那款中山装，真没借鉴别人的东西。那款服装的确是二小姐原创的，你是废物！二小姐设计的这款中山装被总统大人看中了，要请二小姐去总统府为她量身定制参加国家政坛的服装。石英这个贱人，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就该趁她翅膀还没硬之前扒了她的皮。小时候，石英发烧，烧的脑子都要坏了。可是只要我一哭，爸爸就会抛下他，立马来到我的身边。是我说，石英对我见死不救，爸爸和宋思年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我。石英他没资格过得比我好，无论是家里还是圈内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只能聚焦在我身上。
从前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一定是。清河，原来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你在诬陷妹妹。不管怎么样，她都是你的亲妹妹，你竟敢这么恶毒的对她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爸，你听我解释。爸，石印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你死，我要你死！小姐，地下凉。滚！爸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先生下午打过电话，说是晚上7点到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提前回来了。爸，您身体不好，不能动怒。石清河他真是好样的，我还怕他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，特意提前结束工作带你回来哄他。他倒好，在家里又砸又闹，还不知悔改。爸，姐姐那都是在气头上，说不定说的都是气话。茵茵，这么多年，爸爸因为清河疏忽了你，是爸爸对不起你。宋家已经派人来谈你跟思年的婚事了，这次爸爸一定准备丰厚的嫁妆，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爸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难道你真的嫁给韩战那个混世魔王了？可是你那么爱宋思年，当年你为了他差点连命都没有了。姐姐也爱宋思年，我思来想去了很久，决定把宋太太的位置让给姐姐。再说了，您之前不也想让我把这个位置让给姐姐吗？可是你也不能嫁给韩战那个混世魔王二世祖啊！我命里带点晦气，除了韩战，不会再有人来娶我。茵茵，爸爸没有想到你这么懂事啊，是爸爸错了。这次，爸爸一定不会亏待你，相信我。李秘书，你马上拟合同，把原本准备给石清河的50%石家股份转给石英。二小姐，后面有人吗？二小姐您放心，石清河还在摔东西，整个石家都鸡飞狗跳，没有人来理会我这个小人物。好，你很聪明，侥幸得了二小姐拉我一把，我才能聪明一回。你父亲好些了吗？半个疗程下来，我爸的各方面都好了许多。二小姐，我出门的时候听石董在张罗着要给您置办房产，他似乎知道自己的错了，后悔了，想要弥补您。他这种人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错。他今晚之所以这么生气，只是因为石清河的真面目被揭穿。他觉得自己遭受到了算计和欺骗，强大的自尊心和父亲不容置疑的尊严，让他怒不可遏。二小姐的意思是，石董还会原谅大小姐？我不在乎他是否会原谅石清河，也不在乎日后他是否又继续偏爱石清河，我只在乎今晚我的目的达到了。现在设计部是我的了，而且我还从石清河手里夺回了属于我的家产。拿到主卧去。是太太。阿修乖，走，妈妈去给你讲故事。回家了就去狗窝，怎么不干脆睡狗窝算了？这是什么？太太带回来的，我正准备拿到2楼主卧。是轰动全京城的改良款中山装。他怎么把第一套成品衣服拿回来了？你说，
太太会给谁？太太一定会送给先生您的呀。你们以前还看不起石英，说他是灾星，现在疯狂抢他设计的衣服，真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风水轮流转。怎么了？摆着个臭脸，是谁惹我们韩家2少生气了？你很喜欢青竹吗？喜欢啊，竹子正直虚心，坚韧不屈，不管是什么品种的竹子，我都喜欢。果然，他心里还有宋思年那个渣男，不管那个渣男有多烂，他都喜欢。韩叔，韩叔，先生，我在这儿呢。门口的矮竹，丑的人想哭。换一些好看的植物来。以后啊，北山别墅不准再摆竹子这种丑东西。完了，韩战这不是冲我来的。韩叔，我设计的那款中山装就有青竹刺绣，韩战不喜欢。可我跟在先生身边25年，我没有见他不喜欢竹子的呀。那他怎么莫名其妙？该不会是失恋了？浪荡在万花群中的浪荡琴子，栽在某个人的手上。哎，太太，这可不行乱说呀。先生虽然花名在外，可先生的心坎里只有你一个呀。阿战，你怎么了？没胃口啊？想喝粥。那韩叔，他做的我喝腻了。我跟了先生25年，先生终究是对我腻了。想尝点新的。老婆，你平常知道什么京城的老字号多次购买的那种粥店吗？城郊有一家。城郊到咱们北山别墅开车都要2个小时，我找人买去。不用，我去买。我下班的时候给你带回来。你想喝甜粥还是咸粥？只要老婆买的，我都可以。那我去上班去了。慢点开，注意安全。阿修，过来。你是经过部队训练的犬子，是英勇的狼狗。你不是宠物店的小奶狗，你一天天黏在他身边像什么样子？忘了自己的身份和骄傲了？哎，先生，您今天看起来有点烦躁，是不是因为？不是石英，我也没说是太太。韩叔，我好像吃醋了，还得了一种患得患失的病。啊？宋思年的孙子，他配吗？他一个脚踏2只船，玩弄别人感情的臭抹布，他配让我吃醋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韩叔，你没老婆，你不懂。您煮的粥一直都很好喝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我都喝不够。今天我不太正常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先生还是小时候那么善良，会换位思考，能照顾到别人情绪的少年。姐姐，韩叔，太太平时都几点回家？太太5点半下班，回到家是6点。但是今天早上太太说要去城郊的粥铺给你买粥，回到家应该是8点。阿战，你猜我在城北粥铺遇到了谁？
我老婆去给我买粥去了。原来你知道石英和宋思年一起去粥铺吃晚餐了。陆少，你可真是个大喇叭！先生，你慢点！太太是你的合法妻子，谁抢不走的？如果我不主动联系你，你是不是就看不见我？放手！石清河的事儿，我会给你解释的。什么解释？是你跟他上床，还是没有当我的面上床？你要不要现在把他叫过来，然后当我面重温一下你们救人偷情的场景，让我也当一次热心群众，来为怪事。石爷，你别无理取闹，你心里还有我。你只是对我和石清河的事耿耿于怀，不愿意原谅我。你今晚做梦换一个素材吧。我没做梦，我知道你还爱我。金百丽女士礼服上的翠镯，石氏新春项目上爆火的中山装上的青镯，都出自你的手笔。所以，品格高尚的植物有很多，但你偏偏选了竹子，还是用了2次。你知道我的别名，你的作品有我的痕迹。你每天是不是有任务指标啊？你任务就是恶心别人，那我恭喜你，你的目的达到了。我今天已经被你恶心到了，我吃的饭马上就吐出来了。现在整个京圈都已经传遍了，你再通过你的作品向我表达爱意，你就别嘴硬了行吗？整个京圈都知道了，那韩正也知道。门口的矮竹子，丑的人想哭。换一些好看的植物来。以后啊，北山别墅不准再摆竹子这种丑东西。凡是带有竹子的东西，就有你的影子。总统太太在京郊种了一片竹林，难不成你要被出轨？出轨的对象就是你？身为8大家之首的白太太，吃饭的时候用的竹筷，难不成跟你有关系啊？我都不认识他们。感情你是挑熟人来恶心。石一，你认识你真是我的不幸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在你和石清河暗通款曲那天，我们就已经结束。我现在已婚，如果说我们还能有关系，那就是我叫你一声姐夫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的关系。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吗？当初你是故意带着韩战那个花花公子来气我的。那我老公来了。哇，宋思年，你怎么突然吐血了？你这么脆弱。石爷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不顾宋家上下的反对，选择了你这个天傻孤星，忍受着外界的嘲笑，你居然背叛我，跟其他男人不要脸的东西！石英现在是我老婆，你要是再敢骚扰她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可惜了这碗粥，我再去给你买碗新的。要一模一样的。走。爷爷，爷爷，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先生好像晕倒了。晕倒？好端端怎么会晕倒啊？海鲜过敏，还发烧了，好像挺严重的。只喝了一碗海鲜粥。韩叔，他知道自己对海鲜过敏吗？啊，知道。知道他还吃。距离上次吃海鲜粥还是3年前，先生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好了，但想着这海鲜粥是太太您亲自买的，心意难得，先生他就……哎呀，他就是脑子有病。太太真厉害，几句话的功夫就看出今天先生脑子有病。我睡不着了怎么办？你不是晕了吗？被冻醒了。用湿毛巾擦头，有助于你退烧。我睡不着了怎么办？那吃个安眠药。我才不会成全你当寡妇的心。谁说我？老公死了，没糟心的孩子，不用伺候公婆，自己一个人住着独栋的大别墅，有着永远花不完的钱，还有一只听话的狼狗，笑得这么开心。你还敢说你没有这么想过？你点滴没了，我去叫医生过来。
怎么？你病了？那跟合伙人约过的吃饭见面的行程推几天吧，我怕你身体承受不了。石英在照顾我，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？韩少爷，有老婆贴身照顾，好得快。你怎么没病死呢？我死了，有人欺负我老婆怎么办？为了她，我也得长命百岁。算了，跟你这种单身这么久的人，说了你也不会懂。依然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明天我会准时到达机场。老婆，你终于来了。韩太太，先生的烧暂时退了，今晚要多加观察。辛苦了。老婆，我还是睡不着怎么办？那我给你讲故事。老婆真好。从前有一个神奇的糖果屋，位于一座美丽的小镇上。小镇上面有很多……哎，韩管家，先生好些了吗？先生呀，看起来精神好多了。你们两个可不要随便进去了，先生正看着太太睡觉呢。我已经揣测到小羊羔面具下的小狼尾了，不过我心甘情愿被你利用。老婆，手感如何？哦，我就是看下你有没有发烧。半夜被睡相不好的老婆折腾的不治而愈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小心睡着了吗？看到老婆这么可爱的份上，亲亲就原谅你。啊！阿战，生日快乐！先生，生日快乐！先生，生日快乐！今年是我跟在您身边的第26年，这也是我为你准备的第26个蛋糕。当然了，太太今晚为你准备的礼物可比我用心多了，你快看看吧。阿战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，快打开看看。这是送给我的，庆祝不是在迎宾宋思年吗？那天阳光正好，我看着你带着阿修在后花园玩耍，就勾起了我的创作欲，于是就有了那幅和手绘版中山装的勾线图。后来我问韩叔要了你的穿衣尺码，我让设计部的员工根据你的穿衣尺码制作第一件样衣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喜欢，老婆，我很喜欢。你不是不喜欢竹子，还是说你听别人说了什么？圈子里都说宋思年的小名是竹竿，你的作品隐藏了对他的爱。韩战，你才是我设计这款改良版中山装的缪斯，跟那个人渣宋思年没有一点关系。所以，快许愿切蛋糕吧。来。
愿石英天天开心。哦，石英发的朋友圈，你们看了没有？金圈里比宋思年有钱且帅的少爷不少，他哪来这么大的自信？我妈今天才让人送了几盆观赏性的矮竹到家里来。宋思年不会觉得我妈喜欢他吧？完了，我今晚穿的西服有竹子款式。没事没事，你是男的。你没看石英发的朋友圈吗？他上面提醒了男女通用，这说明什么？宋思年这家伙男女通吃。啊，石英说的肯定没错，他和宋思年青梅竹马10来年，比咱们都清楚。他喝多了，我们快走吧，别被赖上。走走走。为了讨好寒战，石英你可真绝情！二少，现在是凌晨2点，你不睡觉也不能惹人清梦啊，那太不道德了。照片看到了吗？是石英送我的生日礼物。那真是恭喜你了，二少。不过你给我转账8888干嘛呢？心情好，提前给你发个压岁红包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说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当成灵感的缪斯，下班了还不知辛苦的为他开2个小时去买1碗粥，这是为什么？什么男人这没出息，让一个女人累死累活干1天活，还开2个小时车去买粥？别让我碰见这种男人，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，真是给男人丢脸。抛开这个问题不谈，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女人10有8九就是中意这个男人。真的？你别忘了，小爷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言情小说。你说的这对男女主角可以归类到暗恋的言情小说里，而且这个女的应该在很早以前就喜欢这个男的，不过她应该把这份爱偷偷藏在心里，默默付出，不求回报。有点道理。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是我衣服没穿好？穿得很好。那你为什么总盯着我看？老婆，那晚在酒吧是你第一次见我。是啊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觉得很巧，我几乎不会去酒吧，那天我和陆程约着去，刚好你就来相亲。难不成他发现了，知道我在相遇之初就设计了他？老婆喜欢我，尽管他婚后野心勃勃，利用我的人脉，想要在石市站稳脚跟，但他也算暗恋成真了。寒战经走那样试探，是在提醒还是警告？既然他怀疑我了，我必须得加快上位的进程。二小姐，进。石清河最爱的 Body Square 品牌中，有一个叫 Arrow 的设计师，近期设计了一款典藏珠宝项链，是传承系列的顶奢珠宝，近期将会在苏富比拍卖。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。石清河名下的财产都被石董冻结了，他现在全部身家加起来都不及这条项链的1%，就是让他买不起。您这是？石清河有5%的石氏原始股份，他对珠宝热衷程度近乎痴迷，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拍下来。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就只有变卖他手里那5%的石氏原始股份。原来二小姐想要的并不是石清河的设计部总监，而是想要成为资本股东，在偌大的会议厅里，一群男人中间抢夺一个位置，牢牢的站稳。学姐，你放心，跟着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我相信二小姐。
王老板，股份转让协议书我带来了，价钱还是按照我们事先谈好的来给吧。这是500万定金。自从我被我们的好父亲冻结了银行卡后，我就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钱了。大小姐，这买家来路不明，咱们也不清楚他的底细。您真的要把石氏5%的原始股卖给他？万一他不给尾款怎么办？跟了我3、4年，和我见了那么多大场面，还是没有改掉底层人狭隘的眼界。王老板是我千挑万选的买家，家里有矿，是个大富豪。是我愚昧了。11那个贱人，以为怂恿我爸把我送出国，就可以顶替掉我的位置。陪我去趟黑市，买一把枪。出国那天，我要一枪崩了11那个贱人。是。石清河不是想要我死吗？那我便走进你给我设下的圈套，比比看我们俩谁能笑到最后。石英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这么多股东等着他开会吗？竟然敢迟到！石董，不好了！石总监在去给您买中药的路上被歹徒绑架了，还有大小姐石清河在去机场的路上也被歹徒绑架了。什么？这是绑匪发来的视频。绑匪带走了石家2位小姐，这不是冲着石董您来的吗？石氏的新春项目这么火爆，同行嫉妒，连外人都眼红了。石董，绑匪打来的电话，说是要给您谈条件。醒了？你绑架我？怎么，升职成为石氏设计部的总监，就觉得自己从山鸡变成了凤凰，我就不敢绑架你了？商场那么多监控，你居然敢！我现在还有什么不敢做的？你误入歧途，爸爸知道了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石嫣，你真是太天真了。石家2位千金被绑架，下落不明。现在外界所得知的是我们2个同时被绑。你说我让人去联系爸爸，只给出救1个人的条件，你猜他会救谁？爸在公司提拔你，只是为了利用你的能力，为公司赚钱。他并不爱你。等爸选择了救我，我就把你赏给这群保镖。等你一丝不挂的照片放在网上，石家2小姐被抢的消息成为了京城头版。不仅宋思年会厌弃你，石家也再也容不下你。宋思年这个渣，也只有你当成一个宝贝。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我选择的这临海废弃别墅，你要是活不下去，你就从天台上跳下去，跳进海里被淹死，结束这不被爱的一生。大小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让人给石董打了电话，2个人只能救1个。做得好。绑匪打过去，就跟他们说，不管他要多少钱，我都给得起。2个女儿我都要。不行啊，石董，绑匪明确说放1个杀1个，而且对方只给你2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2个小时之后你没有做出选择，2个都活不了。石董，这原本是您的家事，我们做外人就没有资格插手的。但是偏偏被绑架的人里面有石英，石总监可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啊。你的意思是要石总救2小姐？本来就应该救石总监。石总监改良了中山装，就让市场抖3抖，石氏股票涨了40倍啊！
公司的营业额都快赶上去年1整年的了。就是。石清河呢，又是抄袭，又是将他人画稿占为己有，令公司陷入了舆论的漩涡，差点将公司20-30年积攒的好形象全部摧毁了。我们全体股东的意见就是保住石总监。不行，清河不能有事。她是我们捧在手心里25年的女儿啊！石英难道不是石总的女儿了？这不一样。这件事情归根结底，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的新春项目太过于火热，被人嫉妒，所以才惹祸上身。清河她是无辜的，她已经失去一双腿了，她不能再受伤了。可茵茵她是一个健全的人，她能跑会跳的。不选择她也有可能从报废社里逃脱出来。可是如果不选择清河的话，清河就真的没命了。石董，还请你以公司的利益为重。2选1，竟然选石清河，我真是想吐了。这个石天红根本不配做董事长，这么溺爱他大女儿，不顾公司前途，不管我们这些股东的利益。公司当年票选董事长，石天红和陶总是平票，最终是陶总让贤，才让他当上这个董事长的。我真后悔当年投了他。别说啊，我也后悔呀。为了公司，也是为了我们所有股东的利益，石英不能有事。陶总，那您有什么办法吗？我记得韩家的2少爷和总统交好，总统赐给他一支警卫队，若是找到关系，请韩家2少爷来帮这个忙，石英应该有救。韩战，他好像没有在意的人，他这个人做事都是凭自己的意愿，谁也奈何不了他。我们要是请他帮忙，恐怕是难以上青天。石英还在绑匪手里，真不去看看？他自己也能搞定。你怎么没有半点英雄的情怀啊？试想一下，你出现在他最窘迫的时候，冲上前为他挡住歹徒的袭击，他感动极了，紧紧地抱着你，深情地望着你。哼，他想要完全取代石清河，这是最后一步。我怕我过去拖他后腿。什么意思啊？商场10步一保安，没有人能被轻易的绑走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坑是我老婆自己挖的，她是自愿被绑的。啊？长点脑子吧，少看点言情小说。唉。哦。喂。好。走了。走了？就我老婆家。你不是说她自己能够解决，不需要你的帮助吗？有钱赚。陶勉刚才跟我打电话，要跟我借奥英精英部队，开出的条件是7%石氏集团的原始股。我操！我听说石氏新春项目刷新市场记录，石氏股票一路飙升。这群股东在这个时候，每个人拿出点股份，汇集出7%的原始股，作为交换去救石英。石英真有点本事啊！我的媳妇儿当然有本事啊！让自己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让那群重利的股东下血本也要救的。阿占，这可不是一般豪门千金能做到的，你不会被石英骗了吧？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取代石清河，而是他爸石天红的董事长之位。我是在向他示好，爸爸让我和姐姐共同完成石氏集团的新春项目，这是我升职后拿到第一个机会。如果完成度太差，就会被赶出石氏集团。这么想在石氏站稳脚跟，我需要出人头地，最起码让大众知道我的存在。这不仅仅是为我自己，也是在保护我的每一个作品。新百类的事情，有第一次，就会有第2次。我可以被欺负，但我的作品不可以。小骗子！不愧是和我在一个结婚证上的女人，有野心，有魄力，很耀眼。九清河，世嫣，你听到了吗？爸选择我放弃你，这就是现实。无论我再怎么落魄，你都无法替代我在爸爸心中的地位。
接下来，你就好好享受我赐给你的人生，无论怎么洗，都无法洗掉的肮脏人生。石音，你就只配过这样的生活。姐姐，我们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。你怕了？无论你再怎么磕头认错，我都不会心软的。亲姐妹又如何？凡是挡我前路的人，都得消失。血浓于水的亲姐妹，闭嘴！姐姐，我教了你20年的姐姐，我让你闭嘴！所有的不幸和苦难都是你带来的，石音。要是没有你，我才是石家唯一的大小姐。要是没有你，宋思年就只会选择我。要是没有你，我的腿也不会残疾。所以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打感情牌？你不配。姐姐，你记住你说的话，日后可别来跪地求饶。来人，给我好好照顾我这亲爱的姐姐，千万不要怜香惜玉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我刚得到消息，石氏集团全体股东凑了7%的原始股送给了韩家二少，请求他出动手中的奥鹰精队来救二小姐。现在那支队伍已经埋伏到了门外。你说什么？当初深圳几千万的福利资助，那群吝啬的家伙都不同意。现在为了10亿，市值数十亿的7%原始股都轻而易举的拿出手，不公平！你这个贱人，到底凭什么？大小姐，他们随时可能会出现，为了您的安全，立马走吧！我会顶下一切罪责，承认我是绑匪，是我主动绑架了您和二小姐。其余的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多说。这笔账，我以后再跟你算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一个不留，送去警局。是。韩战。韩战，韩战，你醒醒！枪里明明没有子弹，怎么会这样？韩战，你都吓死我了，还在这里装！老婆，下届奥运会你报个名吧，铅球投手与你适配度高，我觉得我肋骨快断了。老婆，老婆，瞎了，听不见！老婆，老婆，瞎了，听不见！媳妇儿，帮帮我吧，自己起来。真受伤了，搭把手。你不是你怎么弄的？媳妇儿还是关心我的。你还在这里笑？你不是知道梦溪已经被我挖了墙角，是我的人吗？知道啊。你既然知道，那应该知道枪里没有子弹，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替我挡子弹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多冒险？每个人想法不同，世界上没有100%确定的事。我这个人吧，胆子小，不是我赢的事，我不做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不确定梦溪是否真的忠诚于我，所以你才看着枪对准我的时候，便冲出来为我挡子弹。这是老公应该做的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我没你想的那么温良无害，你很乖。我是想说，你会不会针对我，甚至除掉我？你就像一只漂亮的垂耳兔。韩战，老婆，你还记得在民政局领证那天我们的结婚誓词吗？我是个能说到做到的人。你呢？
韩战，我请你记住，无论我在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对你构成威胁的。你的目标是你父亲的位置，我是你的亲亲老公啊，你怎么会对我构成威胁呢？你都知道了？早就抓住老婆的狼尾巴了。只要你需要，我始终都在。多爱自己一点，别老在意旁人的眼光，好吗？就算你对我构成威胁，也没事。你不是别人，我很重要。老婆，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？陈述事实而已。老婆，要是你能让我亲一下，你打我我都回补。幸好我们清河没事儿。先生、太太，二小姐和韩二少被警察救下了，已经送往韩氏旗下的私立医院，没有性命危险。是这个贱人怎么这么能打？这都不是。石因福大命大，活着还好，要不然董事会那些老东西，一天到晚就因为2选1没选11，天天找我麻烦。石董，这是警方提供的调查报告。这场绑架案的凶手并不是孟熙，孟熙已经被韩家人保释出来了。不是孟熙还能是谁？就是那个贱人要置我于死地。石董，孟熙本人并没有非法购入枪械，是大小姐2周前亲自从黑市高价购入了一把手枪，正是孟熙今日对准二小姐的那把。啊！大小姐把购买记录全部抹平，本来没这么容易被查到，奈何韩家人出面，动用了上一层的关系，用最快的时间把大小姐查了个彻底。好啊，亏我平时那么宠你，你竟然做出这种愚蠢的事情。现在警方那边已经坐实了大小姐蓄意制造绑架案，拿捏着孟熙病中的父亲，事情败露之后又逼迫孟熙去顶罪，数罪并罚。大小姐怕是牢底要坐穿了，警车已经往这边来了。爸，救救我！你要救救我呀，爸！麻烦让石清河跟我们走一趟，有几桩案子需要他配合调查。完了，全都完了。茵茵，石清河被警察带走了，现在圈里的人都知道这场绑架是他策划的，自导自演，还搞了个2选1的解救戏码。听李秘书说，你爸也很自责，在民警面前哭着说对不起你呢。我爸，他也信，还说要拿命补偿你，净给些不值钱的玩意。你现在这张嘴啊，真是跟韩战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一模一样，贱贱的。我和我老婆亲多了，她当然像我。你醒了？腿有没有不舒服？腿倒是不疼，就是嘴疼，想亲亲。受不了了！我们韩二少因为腿部感染差点死了，怎么从鬼门关回来一遭，还这么不争气？正经了，就没有亲亲了。喂，石总监，公司正在召开股东大会，选新的董事长，麻烦你过来一趟。去吧，去做你想做的，争你该争的。老公永远在你身后。石董事长，这次召开股东大会，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必须要一个真正为公司考虑的人来当领导。宣布投票结果吧。作为备选人的石天红和陶冕不用投票，除了他们俩以外，还剩下79名股东。投票结果，请看大荧幕。石天红，你为了保住你的董事长的位置，你给那些为你投票的股东们做了多少好处？马总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我可是心甘情愿的为石东打 call。
之前为了救石总监，我们全体股东出了7%的原始股，和韩二做交换。按理说，韩二也是股东之一，他也应该可以投票的。去联系韩战，线上投票一样作数。韩战弃权。不是有79名股东吗？除去韩二，还差2个，这2个是谁啊？清河和石英都是股东，就算清河在牢里投不了票，石英也一定站在我这边。最后2名股东应该是石英和石清河。你说错了。我想你是弄错了。现在石氏集团只有78名股东，石清河已经把他所有的股份卖给我，所以我才是那最后1名股东。茵茵，爸爸这么多年辜负你了。那场绑架案2选1，爸爸更是委屈你了。可是请你一定要相信，我是爱你的，你是我的家人，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啊。石总监，那场绑架案，你的父亲全然不顾你的生死，选择了石清河，而我们这些股东，虽然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也在拼尽全力的救你，最终仍然是想方设法的才救了你的。没错，石总监。相比危难时刻将你抛弃的亲生父亲，我们这些股东对你还算是不错的。茵茵啊，你可不要听他们胡说。石总监，你一定要头脑清醒啊！茵茵，你干嘛？陶总，我想要华中地区石氏总裁的位置。茵茵，爸爸可以给你，明天不，今天下午我就让人事总监马上给你办入职手续。陶总，可以吗？石总裁，合作愉快。茵茵，胳膊肘往外拐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个白眼狼？这话我早在5岁的时候，算命先生来家里说我命格带晦气，是个灾星的时候你就说过。石英，你输。恭喜石总，上位成功。你都知道了？啊，街头小巷的荧屏都在报道我老婆升职了，想不知道多难。哼，又是1年中秋节，回家吧，给你准备好了礼物。顺子，韩战，你耍赖！韩叔，中秋节快乐！韩叔，中秋节快乐！先生的，太太的，先生太太，不是说好我们每年中秋节都要拍合照的吗？我去准备。哎呀，老婆，跟我说句中秋好话，我也给你一个红包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海上月是天上月，眼前人是心上人。又是1年千里共婵娟，中秋有你才算圆满。当当当当！哇，这么大的红包，我看看。你把石氏7%的股份转让给我，你疯了？你傻不傻？不爱老婆才傻呢。
明年的中秋节，我们也会一起过吧？会的，我们每年都一起过。来，先生太太，咱们一起拍合照了。